Start off with a 40-year high inflation. Just inflation. That inflation data still coming in. 星期三美國嘅6月份 CPI 咧，去到9.1個水平，講緊係41年以嚟咧最高。其實唔單止係美國，全球嘅通脹都非常之嚴重，有啲國家係講緊按年物價上升78%，就好似土耳其咁樣。物價戰爭後疫期時代嘅封鎖，仲有呢個供應鏈嘅問題，毫無疑問，依家係40年以嚟咧經濟最差嘅一年。S&P 500嘅回報係講緊自1962年嚟咧最差，債券就更加講緊係1842年以嚟咧表現最差嘅一年。債券正式咧係2022年結束咗佢40年以嚟咧嘅牛市。喺呢段影片開始之前咧，記得 click 翻個 like 同埋訂閱。另外都提一提大家啦，呢段影片咧係一個教育同埋分享用途，就唔係一個投資證券嘅買入賣出建議。投資有風險，記得自己做好功課啦。如果你想支持 Ray Easier 嘅頻道發展咧，可以 click 翻下面嘅開戶連結，當中咧包括一啲免手續費嘅平台啦，或者係一啲送股優惠嘅平台。我承認咧，其實我咁大個人咧，真係未見過咁差嘅經濟同埋投資環境嘅。而由今年開始咧，投資者亦都陷入呢個極端恐慌。Fed 亦都確認咗，要去達到呢個軟着陸嘅機會咧，係越嚟越具挑戰，即係話我哋嘅衰退嘅機會咧越嚟越高啦。更多嘅大行咧預測緊我哋咧係會面臨衰退。Deutsche Bank 指我哋有50% 進入呢個衰退嘅機會。Morgan Stanley 亦都指佢哋自己嘅經濟計量模型咧，亦都反映出衰退嘅機會咧已經上升到60%。Wells Fargo 直情指出我哋已經踏入衰退，係經濟同埋股市咧係面臨緊進一步下行嘅風險。但係唔好彩嘅就係我見到好多人都冇做好呢個衰退嘅準備，或者可以咁講，佢哋唔單止冇做好準備，而且咧仲係做緊一個反方向嘅錯動作。啱，好多經濟嘅數字咧都話緊俾我哋聽，我哋前景非常之暗淡，需求減少，公司 earnings 開始做差，消費者嘅信心亦都減少。好，假設我哋真係踏入衰退啦，有兩個情況會出現。第一就係咧，股市依家嘅現時嘅股價已經 priced in 咗咧呢個衰退啦，即係話已經跌夠啦。第二個情況就係好似 Morgan Stanley 咁講。依家咧個股市仲未 priced in， 仲會跌多23%。咁喺2022年衰退環境嘅陰影之下，我見到開始好多人咧就提及要減少買股票啊，要儲多啲現金啊，經濟好悲觀啊，前景非常之悲觀啊，亦都覺得呢個股市會繼續大跌。但係咧亦都好多人有個疑問，就係點解每一次 Fed佢加息或者宣布佢哋會咧着重咁樣控制通脹嘅時候，個股市又會有一個短暫嘅 bounce back 咧。要解釋種種嘅升跌之前咧，我覺得不如先學咗咩叫 market cycle 先。第一個週期我就會叫佢小草期，一切咧都係由呢個小草期開始。簡單講句，即係所有嘢都係由0到1，由冇到有。例如係2000年之前嘅 .com 啦、social media、網上嘅 shopping、EV 電動車、AI 人工智能，甚至係 robotic 機械人。或者係加密貨幣 crypto， 可以話科技咧喺小草期裏面係最重要嘅一個元素。喺小草期裏面咧，即係代表樂觀同埋機會，而相關嘅產業咧亦都開始蓬勃，只係會有一小部分嘅投資者咧開始注意呢啲咁嘅產業或者呢啲科技，而咁小部分嘅聰明嘅投資者咧就會開始投資呢啲咁嘅產業，大部分嘅90%嘅投資者咧都係冇留意呢啲產業或者咧不屑一看。所以一般嘅投資者嘅樣咧喺小草期應該係咁樣嘅，冇乜反應。第二個階段就係大牛期啦，喺呢個時期將會有更多人咧留意到呢啲咁顛覆性或者係科技產業，而媒體啊、新聞啊都開始咧好多呢啲嘅報導，更多嘅資金湧入去呢啲咁嘅產業上面，而喺某啲領先嘅產業裏面，更加有啲公司開始跑贏，成為市場上最大嘅公司，就好似 Facebook、Google、Tesla 等等，所以呢啲公司嘅估值變得更加貴。但係亦都有啲好出名嘅公司仍然未有盈利，就好似2012年嘅 Amazon 一樣。喺呢個階段咧，一般嘅投資者個樣咧應該係咁樣嘅，因為係大牛期、收成期，好開心嘅。去到第3個週期咧，我叫佢 YOLO 泡沫期，即係咧 You only live once。喺呢個階段咧，冇人會記得咧以前嘅市場係有衰退過，抱有 FOMO 或者 YOLO 嘅心態咧喺市場上面係好常見。好多人開始賺好多錢，你會見到身邊嘅叔伯兄弟、姨媽姑姐咧開始都賺錢，而喺 social media 上面咧都充斥住一啲股市啊、幣市啊、所有市場啊嘅消息，錢咧就變得好容易賺啦。所以市場上面亦都充滿住唔同嘅資金熱錢。喺呢個 YOLO 嘅泡沫期間，你都會見到好似 Zoom 呢啲股票一樣，有3464嘅 PE， 或者好似 Bitcoin 一樣
最高位去到65,000蚊。雖然公司嘅估值好高，但係仍然有好多嘅投資者咧願意俾更高嘅估值、更高嘅價錢去買。你亦都可能聽到好多街上唔同嘅人講類似嘅説話，今次係唔同㗎啦，所以咧係會升，或者可能講價值投資已死，估值已經失效啦。呢個階段亦都會見到，無論係公司或者個人咧，佢哋嘅槓桿比率咧都係非常之高。而一啲較聰明嘅投資者咧，就會喺呢個bubble嘅階段咧，分段咁樣賣出佢哋嘅手上嘅資產套利。但係呢度亦都要重申，即使係巴菲特或者係 Cathie Wood 咧，都冇辦法可以做到100%咧全身而退嘅，因為根本就冇人有水晶球。只不過如果你見到估值過高嘅時候咧，就係時候賣出啦。同一時間市場亦都會開始出現一啲危險啊，就快爆煲咁嘅信號啦。一般嘅投資者嘅樣咧，應該就係咁 YOLO 泡沫期係超開心。好似咧去 party 咁開心。第4個週期咧，我就叫佢 party 散水期啦，亦都係泡沫爆破期。通常咧泡沫爆破咧嘅原因都係一啲外來嘅因素，即係所謂嘅黑天鵝，例如喺加密貨幣裡面嘅 Terra UST 啦，或者係俄羅斯同烏克蘭嘅戰爭。或者係一啲咧外來嘅經濟嘅政策因素影響，譬如加息或者通脹。喺個 party 散水期裏面咧，最受影響咧就係操作緊高槓桿嘅公司或者係投資者，而一啲未有盈利嘅成長型嘅公司股票咧，亦都會大受打擊。於高槓桿嘅資產咧，亦都會受到好大嘅衝擊，例如加密貨幣。喺呢度都想話俾你聽，呢個 party 散水期咧係冇人估到係幾時發生，冇人會估到呢個 bubble 幾時爆。而一般投資者咧個樣咧應該就係咁，非常之擔心。恐慌，最後一個階段咧就係一沉百踩期啦，即係咧最壞最黑暗嘅時期。所有嘅新聞同埋 social media 嘅 post 咧都係好悲觀嘅，最壞嘅嘢仲未嚟啊！投資者咧就會繼續恐慌式咁樣拋售自己手上嘅資產。你開始就會聽到投資者會重提乜嘢係價值投資，乜嘢係估值，同埋乜嘢係高風險嘅資產。90% 嘅散戶咧喺呢段期間都會認為股市係唔公平嘅，係呃人嘅，係陷阱。而一啲比較聰明嘅投資者咧就開始準備現金。等待時機咧入市啦，一啲壞或者唔能夠產生盈利嘅公司咧，就會喺呢段時間慢慢消失。好嘅公司仍然會維持佢哋嘅成長節奏啦。你會發現佢哋嘅 earnings 業績其實又唔係好似大經濟環境講到咁差喎。好多公司嘅股票估值咧都會變得好低，可能未必係一個歷史嘅低位，但係咧你會聽到一啲依家係3年啊、5年啊或者10年嘅低位。而一般嘅投資者喺呢個一沉百踩期咧，佢哋嘅樣都係咁嘅，好唔開心、好恐慌、好驚。而呢個 market cycle 咧其實係輪迴嘅，所以咧喺呢個一沉百踩期之後咧，我哋就會回翻去到呢個小草期啦。你覺唔覺咧頭先嘅週期圖上面好似有一啲問題咧？你睇下一般投資者個樣，呢個樣、呢個樣，仲有呢個樣，同埋呢一個樣。喺度我都想話俾你聽，喺嗰個市場上面，你認為你一直做緊啱嘅嘢，可能係就係最錯嘅嘢。作為一個有經驗嘅投資者，喺小草期裏面，其實你個樣係好開心，係一個開心大發現咁嘅樣。喺大牛期、收成期裏面咧，雖然你係好開心，但係你係審慎。去到呢個 YOLO 嘅泡沫期裏面咧，其實你個樣係非常之擔心同埋不安。而去到 party 散水期裏面咧，其實你個樣係反而係安心 relief， 有少少放鬆咁嘅樣。鬆晒，去到一沉百踩期，其實最有經驗嘅投資者係非常非常之開心，因為佢就喺度咧等緊嘅機會，所有嘅股票咧都係 on discount。對我嚟講咧，我依家認為我哋係處於呢兩個週期之間，即係 between 呢個 party 散水期同埋一沉百踩期裏面。其實重點就唔係擺喺一個衰退同埋係通脹嘅問題，重點就係作為投資者喺每一個週期裏面，我哋應該做嘅正確動作。好，如果你相信 Morgan Stanley， 相信佢會繼續大跌23% 嘅話 ，be ready。做好準備，而唔係淨係驚。但係你要記得，冇人係可以100% 估中佢係咪真係會跌多23% 嘅。如果你係較年輕嘅人，有至少5年嘅時間去投資嘅話，我就會 categorize 呢啲人咧叫做有時間嘅人。有時間嘅人喺唔同嘅階段咧就要做出一啲唔同嘅反應。問一問你自己喺呢個 party 散水期同埋呢個一沉百踩期裏面做乜嘢嘅動作先係正確咧？另外你都要記住，只有有實力同埋強大嘅公司咧，先可以喺唔同嘅週期裏面 market cycle 裏面生存。所以喺唔同嘅週
週期裏面，你要選擇性將一啲壞嘅公司、冇盈利嘅公司喺適當嘅時候咧就賣走，而好嘅公司你就更加要揾機會喺低位 on discount 嘅時候咧買入。我呢個豬豬課程裏面咧有教過點樣研究公司嘅財務數據，點樣去揾一啲咧底子好嘅公司，同埋咧做佢哋嘅估值。如果你有興趣嘅話咧，可以 click 下面嘅連結咧了解一下。如果你係冇時間或者唔想花時間去等待呢啲經濟週期嘅人咧，其實我係唔建議你去做投資，唔建議你買入一啲個別公司嘅股票嘅。要記住，經濟週期咧係投資上面嘅一部分，任何類型嘅資產都會經歷唔同嘅經濟週期，呢一樣嘢咧係冇辦法避免嘅。雖然我以前教過嘅豬豬組合咧係唔錯嘅低風險選擇，但係豬豬組合咧仍然會經歷唔同嘅經濟週期。不過喺豬豬組合裏面咧，我加入咗唔同嘅資產去做對沖，例如債券、黃金或者 REIT， 可以幫你喺唔同嘅經濟週期裏面咧做對沖同埋減低風險。另外都要提一提啦，呢一個 market cycle 咧係一個完整嘅經濟同埋市場嘅週期，但係咧某一啲行業咧其實佢係有自己獨特嘅週期性，即係簡單啲講句，有啲科技公司嘅股票依家係處於咧第5個一沉百踩期嘅階段裏面，但係某啲行業譬如石油股咧，佢就係處於呢個大牛期嘅階段啦。所以最重要嘅一點咧，都係我哋除咗根據自己風險同埋投資年期咧去量度呢個投資策略之外，亦都要根據咧每一個行業同埋咧每一個行業嘅經濟週期裡面嘅表現咧，做出一個選擇。好，你都留言話俾我聽，你覺得依家呢個股市係處於乜嘢嘅週期上面呢？而喺呢個週期上面，你認為正確嘅事係乜嘢呢？今日咧就講到呢度啦。如果你中意呢段影片嘅話咧，記得 click 個 like、留言、share 同埋訂閱。下次再見，拜拜。